日本12号发表2024年度防卫白皮书，除保留了去年对中国作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的定位外，还再次鼓噪台湾有事的可能性，首次警告中国军事活动增加或导致台海紧张局势升级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当天回应称，日本老调重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渲染地区局势紧张。此次白皮书还有何值得警惕之处？又为何选在北约峰会结束后发布？来看看报道。2024年度防卫白皮书是日本迄今发布的第50部白皮书，封面使用了断刀的概念。日本防卫省称这是为不拔刀而拼命的锻造刀剑，但有观察认为，新版白皮书以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3个文件为基础，大肆渲染日本正面对2战以来最严峻的安保环境，必须强化对弹道导弹等防区外武器的防卫能力等。选取断刀作为封面，透露出日本为进一步整军扩武做宣传。值得警惕的是，今年的白皮书用了整整30页分析中国的军事动向，声称中国军事力量迅速增强，在日本周边军事活动日趋频繁，特别是中国与俄罗斯加强军事合作，中俄战略轰炸机编队在日本附近飞行，以及中国在东海、南海和台海日益活跃的军事活动。深圳卫视东京特约观察员毛峰指出，这意味着中国已成为日本发展军力的一个重要借口。那么，在日本列举其周边值得警惕的8大军事活跃区域中，就有5个是与中国相关的。为此，今年防卫白皮书事实上强调了犹如白皮书封面所要表达的那样，也就是要全面强军，以增强日本的防卫力和对中国军事的威慑力、应对力。白皮书还妄称中国军事活动增加或导致台海紧张局势升级。日本时报称，白皮书2021年首提台湾，并在随后几年逐渐加强相关表述。而新版白皮书关于台湾问题的表述是日方迄今最为强硬的措辞之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2号回应称，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粗暴干涉中国内政，老调重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渲染地区局势紧张。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日本曾对台湾进行侵略和殖民统治，对中国人民负有严重历史罪责，没有资格在台湾问题上说3道4。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停止为自身强军扩武寻找借口，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辽宁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陈阳认为，白皮书中渲染不能排除两岸军事紧张加剧的可能性，实际与此前日本政府反复鼓噪所谓台湾有事没有区别，只不过是换了一种更加直白、更加具有煽动性的表述形式。日本炒作台海议题最为主要的动机还是借干涉台湾事务来谋取对华谈判博弈的利益最大化。相较于以往的话，日本还有对华的经济牌，或者是说日本的这种汽车制造的牌。但我们可以看到，伴随着日本经济的这种衰退，同时呢，还有日本汽车在这种制造方面，特别是在新能源汽车方面，与中国的这种差距的越发越大。那么台海问题或者是台湾问题呢，也就成为了日本目前为数不多的能够对华进行谈判博弈的一张牌。毛峰认为，此次白皮书值得关注的新动向之一，就是显示了中日在钓鱼岛海域局势的日趋紧张。那么目前中国有超过1000吨的海警船，有159艘，日本只有75艘。那么去年中国海警船编队巡航钓鱼岛总天数超过了300多天，为此日本确立了自卫队与海保厅联合的那么一种新的体制，也就是说，一旦发生紧急事态，海保厅所有的舰船的指挥权将归属于防卫大臣。那么自卫队负责应对中国舰船，而海保厅呢负责人员疏散和救灾等。双方呢由此也展开了联合训练。日本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但新版白皮书却罕见妄议南海相关议题。近期也有媒体透露，日本海上自卫队自卫舰队司令部正在研究同菲律宾海军建立姊妹部队的机制，意图通过此举遏制在南海通过实力改变现状的中国海军。日本和菲律宾前不久还签署了互惠准入协定，允许两国在对方领土上部署军队。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严正指出，日本无权介入中菲涉海争议。日方不断拿中国说事，
不过是想制造紧张，借机扩军备武，拉帮结伙搞阵营对抗。日本历史上曾屡次炮制事端，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国际社会应对日本再次走上军国主义企图保持高度警惕。分析认为，日本搅局南海事务并不是最近几年才开始的。早在第2次安倍晋三政府时期，日本就已有所动作。岸田政府如今继续加大力度介入南海事务，笼络菲律宾，搅局南海。一方面是为了配合美国的恶华战略部署，以此限制中国在南海的影响力；一方面也是牵制中国的战略资源，分散中国在东海和钓鱼岛的精力，减轻日本的战略压力。通过搅局南海事务，将一些细小的问题不断的放大化，其实有利于一方面呢，有利于日本来挑拨双边的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另一方面呢，也有助于增加日本在这个东南亚，特别是东盟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存在感。深圳卫视注意到，此次日本防卫白皮书的发布时间正好在北约峰会结束后。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日本领导人已连续3年出席北约峰会。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0号就曾对外高调宣布，日本决心要加强与北约及其合作伙伴的合作。未来特别值得关注的新动向是，日本军事正在借助日美同盟走向国际化。那么，日本通过扩大国际军事的朋友圈，可以进一步增强日本军事国际化、多元化，同时呢，也可以在国际合作的框架下，强化日本在印太地区的重要军事枢纽的功能和它的地区的军事影响力。有观察指，未来日本与北约可能会加强在传统安全以及网络、太空、信息、关键技术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日本与北约成员国间将会展开更多联合演习、情报共享等，提高协同作战能力。日本与北约呢，其实一个是这个军国主义，这种右倾的这样的一个右倾思潮不断这种兴起的一个国家。另一方面，北约呢还是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军事组织。那么两者相互的勾连呢，对于亚太地区来讲，绝非是一个幸事，必将会破坏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日本野心勃勃，谋求国家正常化，但整军扩武的背后却是不断增税来支撑庞大的防卫费用，早已引发日本民众不满。近日，日本自卫队还被爆出多起丑闻，进一步点燃舆论怒火。就海上自卫队内部接连出现涉密信息管理不当、违规领取潜水津贴、权力骚扰等违纪问题，日本防卫省12号处分了包括多名高级官员在内的218人。首相岸田文雄和防卫大臣木原忍公开道歉。防衛省自衛隊に対する国民の皆様の信頼を損なったことに対する責任を痛感しており、防衛大臣の給与の1ヶ月分を自主返納すること。日本媒体报道称，200多人同时受到处分，非常罕见。木原人表示，海上自卫队的违纪问题最严重，有必要全面重建。海上自卫队最高长官幕僚长酒井良将于19号引咎辞职。日本发布年度防卫白皮书，老调重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您对此有何观察？主持人好，目前日本防卫省已经把这份白皮书的中文简版36页小册子发布在了官网上，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看一下。所谓防卫白皮书，既是日本介绍其防务政策和军事力量建设的重要文件，也是一份带有极强目的性的国际舆论产品。而纵观2024年度的日本防卫白皮书，我认为核心还是老一套那4个字：浑水摸鱼，试图搅起中美乃至更大范围的阵营对抗，从而在其中为日本自身谋求一个更有利的未来。首先，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日本这个国家的大战略。我在此前的多次评论中说过，日本的最高战略诉求就是实现其国家正常化。此次发布的防卫白皮书也是明里暗里围绕这点展开的，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炒作所谓中国威胁，渲染地区局势紧张，这些都是手段，而不是最终的目的。日本是一个经济上的大国，也是一个文化上的大国，但毫无疑问，日本仍然是一个军事和政治上的矮子。我倒不是说日本的军事实力和政治影响力不值一提，只是显然日本在这2方面严重受制于人，要看别人脸色，没有完全的国家自主。化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暴论，日本没有资格坐在国际体系的餐桌上，日本只配出现在菜单之中。为什么？因为日本是第2次世界大战的侵略国且战败了，
日本无条件投降，并不得不接受战胜国做出的国际体系安排。我们都知道，二战后的国际体系建构，其目的是为了确保人类社会的永续和平。这不是某种抽象的概念，在现实中是通过制度性的安排去约束个体国家，尤其是战败国的侵略野心和战争潜力。换一个角度来说，对于日本，战后的国际社会同时也是一个监牢。就像和平宪法和非军事化状态等等，他们约束并改造了日本，直至日本有一天能重新为世界所接纳、所信任。那为什么时至今日，日本还是一个非正常的国家呢？很简单，到今天为止，日本并没有完全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日本所处的国际体系，至少在东亚，依然保持着对于日本的不信任和约束，而这不是任何其他国家的错，是日本自己造的孽。不同于德国，日本从未完全认可国际社会当年的审判，也持续试图打破国际社会的监禁。某种意义上，这就是日本寻求所谓国家正常化的本质，或者我们说是困境。日本非常清楚，仅凭自身并不足以在硬实力上打破当前国际体系对日本的约束。这其中有2个关键国家，一是作为实质意义上的宗主国，直接监管日本的美国；另一个就是中国。无论是中日还是美日的双边关系，日本在其中都不具备博弈优势。于是日本就试图在中美对抗，甚至是阵营对抗的角度上进行迂回。那这种迂回在新的防卫白皮书中有何体现？这个角度在今年的防卫白皮书中体现的可谓是淋漓尽致。在日本周边安全保障环境的概述中，日本不遗余力地将自身形塑成对于欧美阵营而言一个极有拉拢价值的国家。这里的逻辑链有2步，第一步是以是否共享普世价值和是否共享基于普世价值的政治经济体制，将全世界所有国家一分为2。说白了，就是和日本一样的国家以及和日本不一样的国家，既将自身融入美国及其盟友体系，又将中国作为一个靶子立起来，从而强调日本和欧美的所谓共同利益。第2步，日本在白皮书中剑指中国以及俄罗斯和朝鲜，宣称所谓不共享普世价值和政治经济体制的国家正在扩大势力范围，对现有国际秩序构成严重挑战。将国际秩序偷换概念为欧美阵营的既得利益体系，又发出所谓警告，鼓吹不排除类似俄乌冲突的严重局势会发生在东亚地区，强调国际社会迎来自2战以来的最大考验，渲染一种紧张氛围。日本的小心思很简单，那就是在美国相对衰落的时代，在美国同时因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而顾此失彼、捉襟见肘的困局下，去玩弄美国的焦虑感。衰落的美国处于危机中的东亚，风雨飘摇的旧霸权秩序和欧美集团既得利益，值此危急存亡之秋，还不把日本当成自己人，还不放松日本脖子上的绳索，还不以更优厚的国家待遇来换取日本效犬马之劳。可以说，日本一方面言必称国际秩序，但另一方面又乐见国际社会趋于动荡混乱。正所谓浑水好摸鱼，当现有的国际体系因为国家间对抗而瓦解，日本受到的国际约束自然也就不复存在。日本还可以在新秩序和新体系建立过程中的博弈和厮杀中待价而沽，把自己卖一个好价钱。某种意义上，日本的未来只有2个，要么极致压榨旧秩序的既得利益，要么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在与中国的国际政治权力整合中获得新生。前者代表一种注定不会长久的利益，后者则是长远的未来。但也正如前人一遍一遍感慨过，日本是一个只有战术而没有战略的国家。日本能看到挑动中美以及更广泛阵营对抗的利益，却看不到这样的对抗终有结束的一天。到时候，日本还是国际体系上的一盘菜，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